美元贬值只是第一步，真正的杀招呢将会在90天后启动，也就是最多就3个月。这个呢是美国政府留给我们最后的时间了。如果美联储和全世界再不妥协，那么下一步就是比08年更凶险的金融危机。这个月股灾呢，无数人都已经这么痛苦了，而不到3个月之后，就可能不仅是股灾了，而是直接全世界资产崩盘。但那个时候也是我们拿着避险资产套现抄底的时候，什么意思呢？大家好，我是扫医生。各位，你可以忘记你女朋友的生日，也可以忘记跟你老婆的结婚纪念日，因为最多呢就是几个爱马仕包包的事情嘛。但是今年有一个日子，如果你忘了，你这么多年辛辛苦苦赚回来的身家财产将会瞬间被洗劫。而这个日子呢，就是今年6月份的最后一天。为什么呢？因为美国欠下6.5万亿美金的债，在6月就集中到期了，也就是在6月的最后一天哦，我们就会知道美国要怎么填上这一笔债了。你美国还不还钱了，关我们什么事呢？还说重要的日子，对吧？所以其实呢，到现在无数人还是不知道这件事情有多严重。今年6月份，美国要还的这6.5万亿美金了，大部分都是在疫情的时候借的，就是那个时候疫情嘛，经济不好嘛，连美股都熔断了几次，所以当时的美联储就不断的扩表印钱，然后把新印出来的钱呢，以接近于0的利息借给美国政府和资本家去花的。也就是说，今年6月份美国要还的这6.5万亿美金的债呢，利息是很低的，甚至是接近于0的。但问题就来了，现在美国政府国库里面就剩下几千亿美金，还不起钱了，所以呢就只能借新债还这个旧债。而前几年美联储就把利息升了上去，现在美国政府借钱要还的利息呢，已经涨到了 4.5% 左右了。这代表什么呢？我们再简单点嘛，我5年前疫情的时候借给了你100万，我答应你，只要你可以在今年6月的时候把这100万还给我，我就不收你1分钱的利息，你就很开心，对吧？因为这100万你这5年就相当于随便花了，反正就不用付利息了。但问题就来了，现在你把这100万都花完了，你还不起了，那怎么办呢？你就只能找别人借100万来还给我，然后呢，你就欠了那个人100万，这个呢就是接新债还旧债。但是现在你向他借100万的人呢，他每年就要收你4万5的利息，也就是5年过后，你不但要把他借给你的100万还给他，而且你还要付超过20万的利息，能听懂吗？那么美债也是一样的，疫情的时候呢，美国借的是低息债，就是利息接近于0的债，所以美国就随便的去花嘛。花到现在，美国国库里面就只剩下几千亿美金了，而现在这美债就要到期了，美国呢就要还这6.5万亿美金，但还不上嘛，所以美国就要继续的找别人去借钱，用新的债来还旧的债。但问题就来了，新债的利息呢已经涨到了 4.5% 左右了，也就是说6月份美国就要从以前不用还利息变成每年要还 4.5% 的高利贷了，就是把旧的低息债换成新的高息债了。所以美国政府它现在国库里面的钱呢，就只剩下几千亿，都不够花了，大概在6月的时候呢就花完了。同时也是在6月的时候，他还需要还6.5万亿的旧债，如果旧债还不上，他就要借高利贷，也就是 4.5% 的新债。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他要借新债，还不一定有人借给他呢。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以前美债的利息这么低，但是无数人都愿意把自己的身价借给美国啊？就是你身价可能只有100万，过了5年呢，美国才还你102万的本金加利息，完全跑输通胀了。但你依然抢着把钱借给美国去买美债，为什么呢？因为美债会涨啊。以前你借100万给美国，美国呢就会给你一张100万的欠条，这张欠条呢就叫做美债嘛。你拿这100万的美债到市场上去卖，你可能一转手呢就能卖110万了。因为美债的价格在过去呢都是不断的上涨的，所以以前呢很多人就想要借钱给美国，因为越早借钱呢，就能在越低的价格拿到美债这张欠条，然后美债这张欠条后面涨得越高呢，卖出去就越赚钱嘛。也就是说，美债这张欠条呢是可以用来炒作的。你可以看一下这图嘛。如果你在14年的时候借钱给了美国，也就是买了美债，你20年3月的时候呢，你这个美债就翻了1倍了，6年翻了1倍。而且当这么多人抢着买美债，你不怕卖不出去的。而且欠你钱的人呢叫做美国，就世界霸主嘛，你不怕他不还钱的。所以美债呢一直以来都是被誉为无风险的资产。
所以你就这样理解嘛。以前你去买美债，如果它价格跌了，你就可以一直拿着，它就会涨回来。就算它不涨回来，你也可以在它到期的时候让美国政府把钱还给你的。也就是说，你买了美债基本上是亏不了钱了，而且它6年呢还可以翻1倍。也因为这样，无数人呢就去加杠杆买美债。就是今天我只有100万，我买了100万的美债，然后我就拿了这100万的美债去银行抵押出来95万的现金，然后呢我就再用这95万的现金去买95万的美债，然后呢又把这95万的美债去银行抵押出来90万的现金，然后再去买美债，不断的重复这个抵押买美债的动作，这样呢去加杠杆可以加到56倍的，也就是他们只需要拿出100万就可以买得到5600万的美债了。但是我们再仔细看这张图啊，从20年3月之后呢，美债价格就开始不断下跌了。那么你去思考一下，今天你是银行，你有个客户拿着100万的美债来抵押，借走了你95万，而现在美债的价格呢跌到95万了，如果继续跌下去，他是不是就可以不还钱给你的？因为他借走了你95万，然后他抵押给你的美债如果跌到90万，你觉得他会不会还95万给你，然后赎回他价值90万的美债呢？不会嘛？所以当美债的价格开始下跌的时候呢，你就要去追这个欠你钱的人去还钱了。也就是说，这些加了56倍杠杆的人呢，就被疯狂的追债，所以他们就要不断的卖美债还钱，卖美债还钱。就3年的时间啊，美债这6年涨的都跌回去了。那为什么美债会跌得这么惨啊？就是因为中国和日本这几年都在大量的卖美债，所以重点就来了。以前大家为什么会去买美债呢？就是因为它可以一直上涨嘛。但现在美债一直下跌，进入了熊市，而且连中国、日本这些国家都在大量的卖美债。前几年无数的美国银行呢，因为手上拿着巨亏的美债，然后倒闭了。那你现在还敢不敢买美债呢？也就是说，现在美国它国库的钱快花完了，要准备借高利贷了。但就算是高利贷，也不一定有人借给他了。那怎么办呢？这美债就好像现在有一栋又残又旧的房子，随时会倒下来的。那么你可以选择不断去维修翻新，但就算你再怎么维修翻新呢，它都只是看上去短暂的好看了一点，但依然改变不了它的根基是很残很旧的问题，依然呢会随时会倒的。但没关系，因为你还可以去选择直接把这栋房子给炸了，然后重新盖一栋新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是美国政府，你可以继续的想办法为美债续命，又或者置之死地而后生，直接把房子给炸了，直接引爆美国，连带全世界的经济崩盘，然后浴火重生，重新让美国成为经济恢复最快的国家，重新把这栋房子盖起来。那你会怎么选呢？08年的时候，美国选择了把房子给炸了，而现在呢，关税就是引爆全世界经济的这栋房子的炸弹。如果你曾经经历过08年金融危机的绝望，或者是20年美股熔断的恐慌，你就应该明白，无数觉得跟自己无关的人呢，可能在6月最后一天，财富瞬间蒸发。但同时，那些提前拿到这场局剧本的人呢，就可以进行财富的掠夺了。如果你不想要成为这场局的牺牲品，甚至你希望可以再进一步的跨越阶层的话，那么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因为你预期我后续会给你更多的资讯。而如果你怕自己听完以后就忘了，等同于浪费了你的时间哦，那么你可以为这部影片点赞，这样影片就会自动的存在你的播放列表里面，让你随时可以回来跟着去做。那么美国政府到底要怎么做才能解决低息债换高息债，还有他们没有钱花的问题呢？答案只有一个，就是让美国的金主出来兜底，也就是让美联储打开印钞机印钱，然后拿印出来的钱去买美债，把钱再借给美国政府去花。而且这利息还要降下去，最好是降到0，对吧？但问题就来了，美联储为什么要帮你美国政府啊？因为如果美债没有人接盘，美国就还不起这6.5万亿美金嘛，然后就只能宣布赖账，也就是亲口承认我的欠条都是废纸。所有借了钱给我美国的人你们拿着美债这张欠条是兑换不了美元的，你借给我美国的钱就没了。那么如果美国这么大一个国家欠的钱都可以赖账，那么全世界就会立马的抛售美元，然后换成其他的资产。很简单嘛，就好像银行一样以前为什么我会把钱放在你银行啊？就是因为我觉得我的钱放在你这里比放在我自己家安全嘛。而现在你银行宣布要赖账了，
就是我存在你银行的钱可能拿不回来了，那么我是不是就要赶快的从你这里尽量的把我的钱弄出来拿走啊？而为什么我们会用美元呢？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拿着你的美元比拿着我自己国家的钱安全嘛。比如说你是乌克兰人，你的国家被打了，但只要你拿着美元，你还是可以保住你的财富嘛。最重要的是美元呢是跟美债挂钩的，就是我要用美元才能买美债嘛，就是我要拿着美元我才能借钱给你美国政府嘛。而现在呢，你美国政府赖账了，不还钱了，我手上的美债价值呢就瞬间归零了，那我还要不要拿着你的美元呢？我拿着你的美元还安不安全呢？银行赖账就会引发挤兑，美国政府赖账了也会引发挤兑的。而挤兑的方法呢，就是大家卖掉手上的美元，然后换回其他安全的资产。所以一旦美联储不救这美债，美国政府呢就会赖账，然后美元呢就会遭到史无前例的抛售，美元就会变成废纸了，美国所有的资产呢都会一文不值了。所以美联储呢是不可能不救的，因为不救的话，美联储背后的资本家他们手上的钱和资产都会灰飞烟灭的。也就是说，美联储会不会扩表，会不会印钱救美债这件事情呢，是没有必要去思考的，除非就是资本家要抱着美国一起同归于尽嘛。而且美联储今年早就已经停止缩表了，就是停止把钱收回来了。那下一步呢，就是要扩表，就是要印钱，重新把钱放出去嘛。所以救美债是一定会救的，但美联储可以选择它要怎么去救。第一个方法呢，我可以扩表印钱接盘你美国政府的美债，对吧？但我不用降息啊，我依然可以维持 4.5% 的高利贷啊。很多人说4.5% 的利息也叫高利贷吗？各位，以前美国政府借钱是不用利息的，利息呢是接近于零的，而现在要 4.5%， 是不是利息成本就翻了4倍多啊？而且人家美国借钱呢，一借就借几万亿，就算1%的利息呢，那也是一大笔钱哦。而你借钱呢，也就几万块，就算5%的利息也是少钱嘛。所以如果我美联储不降息，你美国政府呢，其实就要世世代代的继续为我们背后的资本家打工嘛，就是你美国赚回来的钱呢，都要拿出来还钱嘛。再简单点，美国人你赚到钱就要交税给美国政府，然后美国政府就要拿这些美国人赚的钱还高利贷给美联储，还有其他拿着短期美债的资本家。而如果美联储一直维持着这么高的高利贷，那么美国呢就会有越多做生意的人顶不住而倒闭了。因为现在连美国政府借钱都要 4.5% 的利息了，那么你出来做生意的，你发行的债利息是不是要更高呢？然后利息这么高，你还不起了，那你是不是就要倒闭呢？然后你倒闭，是不是很多人就要失业了？失业大家是不是就不花钱了？然后经济是不是就衰退呢？经济衰退是不是就可以引发股灾呢？而这个时候，巴菲特这些提前卖掉美股，然后拿着天量现金的人，是不是就可以抄底接盘美国贱卖的资产呢？所以这段时间呢，巴菲特他拿着的不仅是现金啊，还有现金资产，也就是短期的美债，也就是3个月到1年，美国政府呢就要把钱连本带高利息的还给巴菲特了。也就是说，巴菲特他不仅可以趴在美国政府身上去放高利贷，而且一旦他要去抄底，他就可以把短期美债换成美元去抄底。那这就是我们开头说的，现在有一栋又残又旧的房子，也就是美债嘛，你可以去翻新维修，也就是让美联储去兜底嘛。但是美债这栋房子呢，依然还是会又残又旧的，依然还是会没有人买的，依然利息呢是美联储决定了，依然是资本家用来掐着美国脖子的手了。所以川普呢从来就没有要求过美联储扩表印钱，他只求一件事情，就是马上降息。而美联储呢已经很明确的拒绝了，我就是不降嘛。所以美国政府他能做的就是直接把这栋房子给炸了，让美债崩盘，美股崩盘，连美元也一起迅速的崩盘，让你美联储不仅要去印钱，而且是大量的快速的去印钱，还要把这个利息降到最低。因为在崩盘的时候，你救的慢一点，力度少一点就救不了了。而这个炸药呢，就是对全世界加关税。所以比较聪明一点的人呢，应该就可以看得出来，无论美联储是不降息，慢慢的去印钱，还是被川普逼到要降息，快速印钱，最后的结果呢，都一样，就是美国资产必须经历一场暴跌，甚至是崩盘了。但你知道吗？每一次崩盘都是财富重新分配的时刻。08年金融危机，有人破产跳楼，
有人抄底暴富，20年疫情崩盘，散户血本无归，对冲基金随随便便就赚了3倍。而今年的这场危机呢，将会是普通人最后一次改命的机会了。为什么无数人在暴跌的过程里面都是亏钱呢？因为手上没股票的人只会盲目的去抄底，结果就抄在了半山腰。手上有股票的，要不呢就是恐慌的割肉卖在最低点，要不呢就是死扛等着去解套，结果呢就是错过了暴跌和暴涨的赚钱机会。如果你还在被什么长期持有，只要你拿着就会涨回来这种不负责任的策略洗脑，你的财富呢就会被时代彻底的压碎了。所以你必须要学会在暴跌之前的逃顶信号，去提前锁定你的利润，还有当趋势翻转的暴利机会。所以我们的方法呢，简单来说，我们去赌会不会下雨。当我看到乌云了，所以我不但知道有60-70%的概率会下雨，而且如果我猜对是下雨的话，我赚就赚你100块。但如果那30-40%的概率让我猜错的话，我会呢只是亏1块给你。长期去玩这个游戏呢，我们只会输少赢多。这样看上去我们在赌博，实际上我们却是在开赌场，在投资啊。所以我们不需要学太多的投资方法，我们只需要有一套方法和系统，可以贯穿任何的资产，包括股票、黄金、比特币，甚至是外汇。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学习这套系统，我呼吁你赶快在影片描述栏上的第一条链接走进我们的股票投资班。而现在只要你订阅了，是我的粉丝，这报名费不用$100，连1分钱美金都不要，直接免费。如果你错过了之后呢，里面任何的福利都将会取消了。所以重点来了，美联储现在不降息，不代表后面崩盘的时候不降息。如果我们只看结果呢，也就是现在美股、美债、美元都3杀直接暴跌了，但黄金却暴涨了，那这不就是跟着这场局的收割剧本去走了吗？第一步就是美元贬值嘛。各位，一栋房子价值1000亿美元，你觉得贵不贵呢？大部分的人肯定都觉得很贵，对吧？但如果现在告诉你1000亿美元等同于1块台币呢？也就是说，你用1块台币就可以买到这一栋价值1000亿美元的房子，你还觉得贵吗？所以美元贬值了，这栋房子呢也会贬值嘛。同样的道理，美元贬值了，负债是不是也会跟着贬值呢？美国不是6月份就要还6.5万亿美金吗？那么现在美元指数其实已经贬值了10%了，这是不是相当于美国欠的这6.5万亿就可以少还1/10啊？而这少还的1/10呢，还只是现在的结果啊。美元如果在6月前继续的贬值呢，那到时候还的债是不是就更少了？那这只是第一步啊。那美元要怎么做才会贬值啊？就是引发一场股灾嘛。这一次的美元暴跌呢，就是因为美股暴跌了，然后全世界的资金呢就要从美国流出去其他国家了，所以全世界都在卖美元，然后美元就贬值了嘛。而如果美国想要在6月份少还一点钱，是不是就要再把股灾这件事情在6月份或者之前再做一遍呢？甚至是2遍呢？然后第二步就是推高黄金的价格，让无论是美元还是全世界的货币相对于黄金呢都是贬值了。为什么呢？首先刚才第一步啊，我美元贬值了，你国家的货币就升值了嘛，没错。但是现在我美元和你国家的货币都对黄金贬值了，也就是黄金升值了。那黄金上涨对美国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很多人其实不知道了。美国它自己的黄金就有8000多吨，是全世界最多黄金的国家，比第2名到第4名加起来呢都还要多。而且这8000多吨呢，只是它美国自己的黄金，很多国家的黄金呢，其实都存在美国那边。比如说德国，它有1半的黄金都存在美联储了。也就是说，美国自己的加上别人存进去但拿不走的黄金呢，其实有15000吨哦。而这个数字还只是估计啊。2-3个月之前美国说要对黄金加关税，然后全世界就赶着把黄金从英国大量的运到美国了。所以如果黄金暴涨了，对美国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就是美国手上的资产它升值了，变得更值钱了，那当然是好事啊。所以你全世界的国家，你们不买美债对吧？没关系的，你们就去买黄金嘛，因为黄金也是我美国的资产啊。也就是说，在第一步的时候，我美国可能因为要还债给全世界，所以我的美元就贬值了。这样呢，我就可以少还很多的债。但我美国手上不仅有美元了，我还有黄金啊。所以第二步的时候呢，我手上的黄金就升值了，
那么我美国手上一个美元贬值用来还债，另外一个黄金升值用来对冲，一个贬一个升，其实是不是就平衡了？而这个计划的细节呢，我在2个月前的这部影片就详细讲了，你等一下可以过去看嘛。然后就是第3步，利用关税引爆全世界资产的货币，然后配合美联储扩表印钱去救市，重新的把钱从黄金赶到美国资产上面。什么意思呢？我们再看一下时间表就已经很清晰了。美国要在6月份还6.5万亿的美债，而关税呢是延迟了90天，也就是延迟到7月。也就是说，美元贬值用来少还钱的这个任务呢，是不是在6月份把美债搞定了之后就可以结束了？所以刚才说，美股如果再崩一次，大概就会在6月的这些时间。而到了7月份的时候呢，关税再一次重启，全世界的资产和货币是不是又可以再一次的崩盘呢？也就是大概7月的时候呢，就可能发生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全球的资产呢就会打折贱卖。刚才说了，美联储是现在不降息嘛，不代表到崩盘的时候也不降息嘛。所以如果复制08年、20年崩盘，美联储不但会在这个时候扩表印钱，甚至还会以接近于0的利息把钱借给美国的资本家，让他们去抄底美股和美国资产，然后美股和美国的资产呢就会重新的暴涨。美国的经济就会相对于全世界恢复的更快，而到那个时候呢，全世界就会再进一步的贱卖掉自己国家的资产，然后套现换成美元去买美国的资产，这样全世界货币和资产呢就会进一步的贬值，同时美国就可以把黄金的价格推倒，让钱重新从这个黄金赶到美元、美股和美债上面，这样美国的资产呢就会全线的浴火重生，重新的去暴涨。而第4步呢就是最简单的了，美国资本家就可以在高位套现，然后拿着升值的美元去抄底全世界贱卖的资产，这个呢就是把房子炸掉，然后重新盖起来。那么你可能会觉得啊，这只是我个人的瞎扯，那没关系的，我们继续看历史嘛。就是经济学家告诉我们，当美联储扩表印钱，那么钱就会变多了，所以就会变得不值钱了，对吧？那我们看看现实嘛，在08年金融危机之前呢，美元呢就先暴跌，然后08年危机之后呢，美联储天量的扩表印钱和降息，美元呢反而呢是涨上去的，就是美元是升值了。然后我们再看嘛，20年疫情美股熔断之前呢，美元也是先暴跌了，然后美股熔断了之后呢，美联储无上限的去印钱，甚至把利息降到接近于0，然后美元就涨了上去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实告诉我们，在每一次美国发生股灾或者是危机之前呢，美国的资本家都会提前的卖掉美国的资产，然后把钱转移到其他国家，吹大其他国家资产的泡沫，所以美元就会贬值，其他国家的货币就会升值嘛。等到美元和美国资产便宜到一定的程度呢，美国资本家就会重新回来美国抄底，然后美联储就会去救市，以接近于0的利息把钱借给他们，重新的推高美国的资产。那么当全世界都因为金融危机崩盘，当你美国的资产却反弹上涨的时候呢，全世界的资金就只能跟着转移到你美国，大量的去买入你的美元，然后全世界资产就会贱卖，美元就会升值，最后资本家就可以拿着升值的美元资产去抄底全世界进一步贱卖的资产了。所以如果现在发生的现实跟历史越来越相似，如果我们去年开始布局的黄金、日元这些避险资产都在不断的升值，而美元却不断的贬值，至少证明了我们上半场的布局是没有错的。那么下半场我们就看6月和7月美国政府要怎么去还这笔钱，还有会不会进一步的引爆全世界资产。如果会，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跟着趋势嘛，把升值的黄金和日元去换回贬值的美元，然后等到美联储扩表印钱，甚至以接近于0的利息把钱输送到市场上的时候呢，然后美元还有美国资产就可能会重新的升值了，而我和我的弟子呢就会找一个最佳进场时机去买进美国的资产，而到最后呢，当美国资产涨上去了，我们就会再看情况决定要不要套现去布局其他国家贬值的资产。而就算后续没有发生任何危机，就算这个机会不来，那我们也没有损失了，对吧？我们就重新套现布局嘛。
所以如果你不想要错过后续进场的机会，你要做的就是先准备好，先统一一下你跟我之间的语言，把我们整套投资的思维和方法搞清楚，然后一转身为自己所用，而不是到时候还在问我现在是进场的时机吗？什么资产还能买吗？现在被套牢了，亏钱了怎么办？等等的这些问题，我只能说还没有看股票投资班趁现在还是免费，趁现在里面还送福利，趁现在还没有下架，赶快去看吧，因为错过了牛市，不知道又要再等多少年了。好了，今天这部影片如果你觉得有些细节你听不懂了，我建议你去把我前2期的影片看完。这里我多说几句，就是我影片的逻辑都是环环相扣的。你不看之前的影片，有的人就可能觉得我在马后炮，但其实很多东西早就说了，我不能每一次都去解释，这样会很烦，影片也会很长。所以你最起码是看完前2集。而最近的局势只会更加的动荡，但时间关系只能在此结束。不过下一期你预期怎么样呢？很多人每周都在等这句话，将会是重中之重。好了，接下来我影片上架的时间会更改一下，我将会在每周日8点30分继续分享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如果你不想要错过，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有什么问题呢？可以给我留言的。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你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我就心满意足了。好了，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拜。